欢迎来到今天的创意多脑盒。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这数位产品啊，真的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每个人手上可能还不止一样。从这个最简单的手机到平板电脑，或者是听音乐的播放器，或者是搭配以上这些东西的配件，这些都非常的需要设计人呢给我们最好的、最优质的产品。那么台湾就有这样子一家公司呢，在这个领域呢发展的是有声有色，他们的名字也非常的可爱，叫 Boom。我们来欢迎创意总监，也是创办人林晋生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嗨，总监，这个今天现场我们看到很多很卡哇伊的这些产品哈，让我有点意外，因为你们的产品都很可爱，颜色也都非常的粉嫩，包括桌上这杯子也是吗？是，这也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杯子。这是当时因为黄色小鸭的风潮那倒不是。实际上黄色小鸭我们在3年前就开始你看你比它早就引进了这种 style 是不是？对，鸭子这个东西是自然界的可爱的生物，我们把它转换成是商品，可以拿来做杯子、做触控笔、做其他的。对呀，要解释一下，不然人家以为你也是黄色小鸭的那个周边商品，对不对？比这个早更早。对，其实黄色小鸭早就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有的人用艺术方式展演，但你们就用这个可爱的杯子。所以可不可以先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蹦这个品牌，还有你们的中心思想 ？OK。这品牌是在2005年开始的，一开始我们做一些有趣的设计，这是一个图面，是。那这样一个图面开始了之后，后来就转变成是可以制造量产的一个程序，它可以通过这个程序的考验，做出商品来，是，再销售，是。但在这个故事之前，实际上是我有另外一个生意在做 MP3 播放器，但那个 MP3 播放器在那个时间点事实上没做好，是在市场上事实上是没办法跟同业竞争，所以后来就退下来了，是，转变到来做这样的一个商品，那这些不同的商品它的唯一的连结事实上就是创意，是用创意用不同的材质的材料来做所有商品的连接，是展现出蹦这个品牌，是创意真的太重要了啊！其实我们在以前呢，这个在碰到国外的，比如说尤其日本的产品，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哈，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精致创意。但这几年我们台湾的各个领域的人才，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有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你拿起来的时候，哇，好可爱！你可能会惊喜发现，其实是台湾设计的，绝对不会输给国外，质感也非常好哎。是像刚刚您讲这个是矽胶，是的，您的产品里面好像有用了很多矽胶这个材质。对，那最早开始会选用矽胶，其实是因为矽胶它的成型的容纳度很大，它的肉厚薄跟厚可以有很大的落差。是，那这个材料同时非常的环保，在土壤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真的啊？对。我不知道矽胶可以这么环保。对，它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是。甚至它可以耐热到比较高的温度。那对设计的层面来看的话，这个材料很 soft，柔软有弹性。对。而且做不同的透明度的呈现，是它会形成很多样的一个变化。对造型的容纳度非常高。是。所以我们用它这样的材料来做商品，做了很多。那颜色呢？就您都比较喜欢这种五颜六色的缤纷的感觉，很 colorful。我们就是把这样一个设计的想法，结合自然界的一个动物或生物，那结合我们的颜色、材质跟造型，就转变成是具有功能性的商品。这个点很重要。是除了漂亮之外，你还要具备有足够的功能性，消费者才能实际上的去使用它，去感受到你所提供给他的创意。是。很多人在这个玩设计或创意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全照自己脑中的思维去研究，然后开发。可是当然他可能做出了一个会得奖的作品，但不见得大家会买单，甚至不见得量产简单说就是不实用啦，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林创办人就是坚持，就是说一定要可以用的，是对不对？就比较务实一点要解决使用上面的问题，同时做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是。它必须要有这2个因素，它需要的功能你要解决它，是它想要的这个欲望你要解决它，是结合了之后就是一个实用又好看，他会喜欢的商品。是，尤其像我刚刚看到那个泡茶的，我觉得一定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包括很多的大饭店跟咖啡厅都应该要买一组，对不对？就是客人那个茶包每次都会不小心就掉进去了，然后那个纸片就掉进去了。对，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使用上的问题。是，所以它只有鸭子吗？还有别的动物吗？有，还有企鹅，还有猴子，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就在自然界当中找到灵感，然后创作成不同功能性商品的物件。太可爱了哈！它的专有名词叫什么？它有取一个什么名字吗？就是这个绑这个茶包，我们叫它茶包扣。茶包扣，它会扣在这个马克杯上面。对，可以拿起来。那有的人是会拿来放在红酒杯上，
做那个 mark，就辨识不同的红酒杯。哦，这杯是我的，你不要碰。是哦，好像也可以当戒指吧？啊，以它那个厚度也是有机会，弹性度。你手指太粗了啦，小指可以，哎，真的可以哎，其实是可以的哎，这一物多用啊。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消费族群有很大一部分是女生啊，绝对是的，这样的东西。当然，最重要也是真的实用了哈。对，我觉得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值啊，跟它存在的一个目的哈。那当然，这个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有一些跟这些目前的事业是不相干的啊，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您可能还没接触到这个领域嘛，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在干嘛呢？不学无术。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是哈，就学校的成绩。哎，你看出来有一点坏坏的那个，就是那种酷酷的那种型男的那种感觉。其实就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成绩并不好，所以学校排名下来，通常就是大家想要争取好成绩，就是比较受欢迎啦。是，但我就是专门去挑人家不想做了，坏学生不读书这种事，就轮都到我身上来，就做后面的比较几名这样子。是，不好的事情总是要人做，真的哈，总也要有人当好学生，也要有人当坏学生嘛，不然怎么衬托得出好学生多好呢？对对对，我们就是旁边的绿叶，你就是委屈了啊。对，在旁边，实际上我们就不喜欢读书嘛。是，但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始。那时候你都在干什么？你有开始开发自己的就是嗜好或兴趣吗？因为不读书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对不对？因为其实很多厉害的人，他们就是不喜欢背书嘛，可能脑中可能有很多想法。是，对，在这个转捩点，应该是在高中的时期，我读了美工科。是啊，那美工科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课程，绘画、素描、陶艺、摄影、精工、染布，是很多一些不同的课程，非常的有趣的。是在那里面，我就是在玩啊。虽然它是一个课程，对我而言，我就是在那边玩，做那些事情，跟同学在一起。那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一个触动的关键。好，虽然我还没有确定要做设计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这档事真有趣啊。那跟一群同学，实际上都是学校比较叛逆的一群哦，他们也是比较叛逆，不爱念书的，对，翘课啊，就是出去玩啊，其实并不是很乖的学生，是，就在那一群里面。那通常坏学生都会喜欢抽烟啊、喝酒，对。但是我就更反骨，我希望比他们更叛逆，所以我不抽烟不喝酒。哦，你是叛逆的那一群里面更叛逆的，对，他们做的叛逆的事你不做，是，所以我比你们更高级，就是你们叛逆是表面的，我是深层的，对，你真的很有个性哎，错有错找，对，但是我觉得更棒的是在那个时候你找到了喜欢做的事，就是开始去玩这些创作、这些创意。对，其实，在高中那个阶段，在玩的过程当中，我白天跟晚上、假日都在，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跟假日在打工，所以我到学校里面就在睡觉。但是你好险，你发现的是美工这件事儿很有乐趣，所以后来有继续的就是钻研吗？对，其实，在高中的时代，我是非常打混摸鱼的。那一直到了高三有一个事情，我在便利商店打工做大夜班，是那有碰到一个大学生，是他跟我讲述一些也是一起打工的，对啊，打工的哈，就是暑假大二升大三的暑假，他跟我聊天，我才知道了他读的这些大学的历史课程，知道了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历史，我觉得哇，好厉害哦，他还跟你分享那些台湾历史，对，你们晚上没客人啊？大夜班也许11点开始有客人，OK， 但到1点2点之后就没有客人，就可以聊天，那在聊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是啊，就台湾其实这么几百年来受过很多不同人的殖民，那这些殖民留下很多文化跟技术在这边，对，那知道了这些故事跟历史之后，我觉得哇，这些人太厉害了，他让台湾能够有今天的台湾，是有很多人的努力的结果，是。那这个时间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其实我在高中就是一个小混混，就不喜欢读书的小混混。但经过这事情之后，我在高三重新开学了之后，我就很专心的去我的课业，我把我所有的打工都辞掉。真的？对，专心的去读书，准备考试。哇，很棒！就是这个是关键的时刻哈，高2升高3的那个暑假。对啊，其实很多同学也真的在认真念书了，因为就是高3了嘛，要考大学。对，那时候你还在打工。但却因为打工认识了这个人，是对不对？给了你人生的方向，这样子。那你要谢谢这个人呢，没有错，很重要啊，这个贵人。对，结果因为我高3的认真，导致于我有机会去考保送正式。是。我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放榜，就确定有学校可以念。哦，那所以你还蛮能念书，你只是不想念。对，就那时候我用1年的时间把人家的2年、3年必须要念的补回来。然后后来5月份就确定我学校念了。当大学同学高中同学他们还准备7月份的联考的时候，我5月份我已经开始
工作了。你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对，我就在白天在铁工厂上班，晚上送报纸，是，就赚学费跟生活费。是，等到开始9月份开学的时候，就北上台北来念2专，开始进行我后一阶段的求学生涯。是，离开故乡。了解，非常的这个励志哈，就是在一个阶段突然间人生就大转弯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认识蹦这个非常可爱的品牌。这个线的话，它其实是先跑出来的。就这边会有跳档的压迫。对，这同时是造型的特征的。它等于是有一个台阶的一个做法。你这个地方是按住线的，然后这边拉回来的话，它实际上是勾回来这里。这地方等于是其实没什么作用，它只是涵盖住了。真正勾也是勾这里，用这边来勾这里。一开始会选择矽胶，是因为它的成型条件比较容易，好，跟其他的一些塑胶相比，它的成型条件比较宽松。那它的特性是比较软的，可以调整它的软硬度，同时可以设定它不同的颜色。所以像这么多的条件下来的话，其实是很适合做设计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计出这样一个狗骨头形态的一个随身碟。那上面其实除了形态之外，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纹路跟花样。它每一个颜色跟颜色之间的相隔必须要有一个间隙，但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么小的间距，在工厂上面的刀具是没办法加工的，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调整我们的设计，把间距调宽一点，让它在生产的时候能够刀具进得去，能够去加工，才做得出来。这个地方可以连接在你的手机上面，所以当你有你的智慧型手机的同时，你可以把它插进去，可以去使用。好，所以插进去了以后，你可以直接去读取，去做你的机体的扩充。那同时你可以跟你好朋友去交换档案，但同时你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另外一头脚翻起来，它是一个标准型的随身碟，一本可以跟电脑同时做互传的一个动作。DIY 这样的概念的话，事实上是有受到乐高很大的一个影响。乐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在世界上。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商品的时候，想说，如果说我们的随身碟可以结合像乐高这样的概念，它就变成是一个 DIY 有趣的一个概念，可以拆开来，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同时，我们把一些不同的零件加进来，好，你可以调整自己不同的角度。我们甚至帮他拿了不同的这个武器，还有一个枪在这个地方，就比之前的这样一个随身碟更进了一步了。我们用一样是 DIY 这样一个概念，继续往下延伸出像这样一个设计，可以看把它拆开来，它每一个 piece 可以拆掉。那这样一个形态，我们有把它延伸在这样一个束线带上面，你可以缠到你的这个耳机的线或其他的一些线，用这样的概念来做。我们把 iPhone 的手机播了音乐之后，它会有一个限制在，声音没办法到太大，但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设计，可以把声音放大，而且它有非常明显放大的效果。这样子的设计，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电子元件，它不用电池，利用声音反射的原理把声音放大。那这样一个设计，事实上就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设计。所以这个 Home Stand 后来我们继续衍生的给脚踏车用的，就是可以绑在自行车的这个把手上面。你在骑自行车的同时可以听音乐，不用缠到耳机在你的耳朵旁边，可以导航，可以做你骑机车的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导引。生活设计跟需要，其实在我们这边是一件事情。你因为你的生活体会到了，
或是碰到的问题，或者想到的一些事，这些事情最后面透过设计转换成是商品，解决使用者的需要，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有趣、好用、解决问题，一整个概念是同一件事情，让你的生活更有趣。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品牌的创办人啊，那不过没想到呢，他的这个人生的故事是一个大转弯啊。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你后来去念了这个什么学校？大学？后来我去念大业大学，是插班2年级，当插班生，然后学的科系是工业设计。那你就是准备要走这条路了。对，到大学的时候，我已经经历过了2次的毕业制作，高中的美工科，还有2专的工业设计，已经经历过了2次的毕业展。对，所以当我插班进大2的时候，跟其他同学相比，我是比他们有设计的经验跟能力。是，所以相对而言，在学校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你觉得你早出社会有学到什么吗？对自己负责。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是非常迷惘的，学校老师并没有办法提供教科书之外的一些人生方向帮我们导引，因为太多学生了，所以这部分的话，事实上是自己要去掌握，所以我虽然在课本上面的书那些教学的知识没有读好，可能很多也不可信的，那些教科书，但是在这个部分的生活的体验，透过这些打工跟同学的互动，跟老师的这些互动，实际上是对人生有另外的体会，就是你这个人生必须要你自己掌握，老师、同学，甚至于你的父母亲、家人，并没有办法帮你决定你的未来，对。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找到自己的方向去做，是我确定了设计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前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事情，但最后面我找到方向了，我就朝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不过后来在大学念得顺利吗？有继续打工吗 ？OK， 大学的时候的话就很认真的在上课会打工的话就是寒暑假的时间暑假的话就会到设计公司去打工实习，特别是在大3的那一年到设计公司打工，那时候一开始让你做杂事，是就扫地啊、擦桌子啊，对，像那种杂事。对。那到一些杂事全部做完没事做的时候，就试试看让我去画草图。是。那我就很认真的一直画，因为我很喜欢画，就画了很多出来。那画完的话，像那样的设计公司的形态，他会把所有设计师的图，包含到正职的设计师，所有的图面就贴在墙壁上。真的？大家海选。真的？对，这么公平啊！不记名的去海选。包括你，包括我 ，OK， 包括我画的，然后后来选了以后，总共挑出7件是可以去提报的设计图面，是，那中间有6张是我画的，真的假的？对，那时候我是大3，而且你只是工读 part time 的，对，你打败那个正职的员工，但在那时间点之后，老板就叫我说，你什么事杂事都不用做了，你就画图就好了。真的哎，哇，马上这个反败为胜的，对，所以那是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是我在学校的这样历练，结果到社会上这些正式的工作场合，对，他们可以 appreciate 我做的事情，是，那他们觉得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还蛮开心的。7中6，这个比例很高哎，对，真的很天才。这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也有别的来宾是说他在学校学了很多，可是进了社会其实是2件事，他可能没有办法运用当时所学的，或是所创作的，他重新开始。可是你是已经还在念书的时候进了社会的公司，竟然就被选上。对，我想这应该是我自己的脑子里面有一部分是比较理性的考量，是，就是可能要开发程序模具的了解。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着重这一块，所以我都会动手下去做我自己设计的东西。哦，真的？对，那另外一块是比较感性的，在美感跟感性的那个层面的话，也还是有的。所以这2边结合了之后，实际上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出来了。是，哇，太厉害！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接下来大学生活就比较忙碌一点了吧？对，那时候到大4的时候，由于我是插班生的关系，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抵掉50个学分上限，是，所以我在后面2年就几乎把所有的课程都修完了。哦，所以在大4在开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已经没有课必须要修了。太棒了！除了专题之外，是。我再算一下，我一个学校再出现大概5个小时到6个小时。你说1个礼拜？1个礼拜。OK， 那。其他的时间我就找到设计公司的工作，早上可能7点半出门，晚上可能到11点、12点才回家。这比上课还累啊！对，就全心在设计公司里面上班。是。那里面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也学到很多事情。是。
当时设计的类型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都做，什么都要做，产品包装说明书就烤肉炉什么商品？烤肉炉在彰化，我那时候学校在彰化，在彰化那附近的产业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是，当然产业里面我会学到很多的制程，一些程序包装。出货就是有一些的那些基础的能力是那时候建立的，就接到什么就做什么，是这也不错哈，就是不要挑食，对不对？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磨练跟经验啦。但是你刚刚讲到说，你曾经做过 MP3 啊，这感觉上是另外一件事情，等于是你从设计业怎么会突然间跨进所谓的3C 的这个科技产业呢？一开始的我离开学校之后，也在设计公司上班，那设计公司离开了之后。就开始做 freelance，自由设计师去接案设计。有一个设计案就是 MP3 player，那这个商品设计的其实解决还不错，是。但这个公司后来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案子胎死腹中。他们把这个事业部裁撤掉。哦，好可惜哦。对，那所以你就想把它接下来？对，有几个朋友看到这个设计图好棒，想说把它做成是一个商品，然后开一家公司，这样开始的。是。但按 Run 这样的公司，除了设计之外，其实我还缺了很多事情。是。一些财务啊。行销啊，业务、制造，甚至于软体、硬体，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事情就下去做了，虽然后面有做出东西出来，但实际上在市场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去销售，是，不管你的价格、你的品质跟你的整个完整度是没有办法的。我刚刚讲的品质不是设计的品质，可能是你的分位的 quality，OK， 你的软体的稳定度、播放的一些对，那有一些内部的东西不是我们这样的设计师可以掌握的，对呀。所以当跨进去像这样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非常的有限。对呀，成功的机会也很小，自找麻烦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专长是设计嘛，对，你绝对不是做科技的啊，做那些晶片啊，做那个播放器的啊，对，没错，对不对？好可惜哦，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外观非常完美了，但里面的话就是不够优秀。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也尝试想要做到完美，也确实找到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太贵了，东西很棒，好量，对，用这样的工法来做是很棒，但是最后卖不动。我们用铝合金的工法一体成型来做这样的商品，但真正做完了之后发现卖不动。可是 Apple 在我推出商品之后的半年，推出类似的商品，叫做 iPad Mini， 对，它是 Apple 第一台铝合金的 MP3 player， 是用一样铝几型的工法，是。我比他早了半年。那你有很生气吗？没有，不会，完全不会，因为其实设计材料每个人都可以用，工法每个人都可以用，就跟现在大家可以用矽胶来做一样。对。但你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产业，实际上不是走设计概念决定的，你后面这整个供应链、你的制造、你的生产、销售、品检，对，这些所有的事情代表的是你这个品牌。对。你这个设计，事实上只是这些食物链当中的其中一环而已。对。对，所以能不能够成功，并不能够说你设计好就说这个产业。这个商品能够成功，好可惜啊！其实早就已经想到类似的想法了，可是因为毕竟你是设计起家的，所以其他东西这个练不起来的时候，就活生生就把这个创意就先收起来了。没想到 Apple 还做出来了，是啊。但因为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好的。虽然说这个公司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商业模式，但从中我学到很多的事情，怎么样经营。怎么样看成本？怎么样看市场？是在这中间有找到很多的概念，支撑我后面的公司做后面的决定。是，可这些是你的兴趣吗？因为如果从刚一路走来，您的乐趣应该还是在设计。是，可能你必须要从个人工作室，到跟人家合作 MP3， 对，到后来又再变成现在的老板。是，哇，你这变成是从很感性的，要跨到非常理性的一面。对，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呢就请老板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这个创业之路，但如何从 MP3 的失败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在台湾受的设计教育，那就这么些年来做了很多事情在设计这个领域。那一直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觉得应该还可以有更多发挥的地方，我们就会想要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办这设计比赛，提供这样的机会让设计学校的同学可以展现他们的创意。
他在学校可能会受到学校老师的限制，有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做。他出了社会之后，可能会在公司里面受到一些限制，也没办法去做。所以有一个场合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的去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概念的部分可以去提，但实际上面对量产的时候，你就是要了解量产的专业知识，去面对生产这件事情，两者必须要兼顾的。但是当把这些量产的条件放开了之后，你一样要能够有这样的动力去挑战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事情，而你还是可以做得到，提得出看法。一直想要创造美好的事情，但这美好的事情有可能因为地球暖化，它会消失。因为这样一个点触发了我去做企鹅这样一个形态的一个随身碟，那它带领了我们离开台湾到不同的国家去销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我在2012年的5月的时候发布了一本书籍。那实际上这些里面的图片，实际上到了10多个不同的国家去取景，把企鹅这些角色，实际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到的地方留下记录，把它印成一本书籍出版。那也记录了企鹅，也记录了我们蹦这个品牌它的发展的过程。那除了它外面可以用的配件跟商品外，我们想做一些有趣的概念在手机里面，所以我们有用企鹅这个角色开发了几个 APP 的游戏，有开发了照相的编辑的一个软体。那这些就是让消费者除了在用外面的配件之外，在里面也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概念，用企鹅来做呈现。做这些发想的时候，会把我们想要的情境设定在这个角度里面，可能是环保的概念，可能是健康的概念啊，就骑自行车或者是乐活啊，有像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投射进去里面，或者是有分享的一个概念，把这些自己亲身所经历到分享、爱、健康、环保这些概念置入到我们的故事，置入到我们的影片了之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概念。我们一直会去挑战现状，提出新的概念，让生活里面有新的可能性会发生。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实用性的商品里面找到有趣的想法、好玩的概念，融入到商品的设计里面，让使用商品的时候有功能性，不会掉盖子啊，它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同时又非常有趣，让这样的概念在生活的每一天当中可以充满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带着一个团队，那么在做很多的这个可爱的3C 的周边的，然后生活化的产品啊。不过其实更早，他的当时算是第一个遗憾就是 MP3 啊，没有办法像 iPod， 对不对？你看你等于放水嘛啊，让他们赚那么多哈，对不对？所以后来你怎么开始现在这条路的？OK， 有2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没有资源的时候，我是提供设计服务去赚钱，是，然后养这个公司，继续去 run 接案子啊，对，帮人家打工，提供设计服务 ，OK， 给这些企业。是。那第2个关键点是找到这个机会点，虽然 MP3 没做好，但 MP3 做很好的 Apple，他们的 iPod 在市场上获得超过1半的市占率，全球。对。那我进一步的会去了解 MP3， 了解到Apple 这家公司，也非常的尊敬这家公司，还有 Steve Jobs。
那有这样的机会，用了矽胶开始做自己 MP3 的套子。是 MP3 如果不行的话，套子也不行。但因为这样子的 MP3，注意到这个产业的龙头就是 Apple， 对，开始帮他做他的 iPad 的保护套。实际上最早做的保护套就是他的 iPad mini， 从这样开始的。对，虽然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工法的做法，对，好铝几型的。对，那我开始帮他做套子，把这样子一个金属的 MP3 变得非常粉嫩的一个色彩，是 QQ 软软可以保护它的。是。由这样的概念开始所以你还是反攻了哈，就是虽然在硬体这个机器上你没有办法做的跟他一样棒，可是你做了一个跟他合作交流的机会，就是用矽胶来保护这些商品。对，所以后来就继续开发系列的这种壳子啊、套子吗？对，在上面我们用这样的材质找到很多种的可能性。好 ，MP3 它一定会有个条件就是耳机，是，所以我们在上面会设计一些收纳耳机的装置。很宝贵的一个机器，你很漂亮，怕它摔倒了。对，我们有设计防震的一个功能，就掉落它可以防震的一个设计。在上面有找到很多的创意，是跟连接线结合，跟手机吊绳结合，很多的创意在上面保护到呈现，让这样子的一个使用这么昂贵、这么宝贵的一个商品，也能够有个保护，同时展现你个人的个性。是，就我跟其他拿 iPad 的人就是不一样。是，这样现在开始。所以接下来也做了手机的壳子。对，后来 iPhone 出了之后，我们也做 iPhone 的壳子。实际上这是一个时间点，在2007年的1月份，就 Steve Jobs 在旧金山的 Moscone Center 举办 Maker World 那个展览。是，那这个非常小的展览。那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参加展览，是在那个场合，Steve Jobs 公布 iPhone，全球的媒体蜂拥而至，对，这已经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事件了，对，那个事件不可能再重复了，好，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突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在2007年之前是怎么用手机的，我们回不去那个年代的，当你已经习惯了目前的这样界面，不管是 iOS 还是 Android 还是 Windows，你没有办法再回去之前那样子传统的。不是智慧型的那个年代，对，已经回不去了。所以这个事件实际上改变了实际上人类的生活。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手机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很像是10年前的科技电影，它里面所描述的场景，但现在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所以我们参加那一个展览，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公司能够离开台湾。面对全球的媒体是跟全球的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是哇，这真的是一大转弯哈！但是没想到还是跟这个贾伯斯做了结合。当时你第一时间看到那个 MP3 他们出来的时候，你一定很傻眼、很苦恼、很闷。可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是用这种方式跟他们做的交流。可是让我们很好奇啊，比如说像你们帮他们做这些壳子，是需要他的授权或是合作的吗？这个部分是怎么完成这个事儿的？ OK， 做 case 的话，你保护它、包住它这个事情的话，没有侵入机器，没有跟它做对接的话，对，实际上并没有认证的问题。哦，真的啊。但如果说你是耳机、音响一些其他的元件，你必须要跟它接触的，要插进去的，连接线或者是耳机，你就必须要取得它 MFI 的认证。 Made for iPhone，Made for iPad 这样的认证就需要。哦，了解，哇，终于解开我心中多年的疑问了。对，因为这个现在人很奇怪，买这个手机啊，可能也会挑一个很漂亮的颜色，可是又忍不住又要再挑一个很漂亮的壳子，就层层叠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就可以考虑我们台湾的品牌，而且又是环保的材质，对不对？矽胶颜色又这么的漂亮啊，所以这就是现代人的需要。尤其我觉得好奇怪，买 iPhone 的人呢，是不是特别喜欢买壳子啊？是啊。 而 iPhone 的壳子多的大概是其他各种手机品牌加起来乘以100吧。就你去逛街的时候，没错。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用一个事件来描述这个状况。OK， 在2009年，我们在美国参加 CES 展览。那时候 BlackBerry 的 PM 经理他来会场上面找我问，因为会场上我们这个 section 是给 Apple 配件的参展商。对。那 BlackBerry 来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就说你为什么不做 BlackBerry 的套子？对呀，为什么蓝莓就不能有套子吗？对，那时候他过来，那时候蓝莓还是第1名的市场占有率的智慧型厂商。对，在那个时间点，他难怪他这么不爽。对，他就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做蓝牙的配件？我说他大部分是商业用户，所以他们比较不会买。对，可是他马上不服气的说，我们去年的销售占比70%是一般的消费者。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做？继续把问题丢给我。然后我就说蓝牙就是 BlackBerry 太多的机种，我不知道选哪一个去做。然后附加的就是
你的机种上面有很多这边凸的镜头，那边多的 connector， 那些造型不是很对称。是在这样子的形状之下，我比较难发挥设计。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没有做。是，他就可以去了解、接受的。OK， 其实各大手机当然都很厉害，可是真的以壳的市场来讲，好像苹果的迷就特别喜欢再去保护它的手机，或是装点它哈。所以在今天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产品，我们待会有机会再介绍。不过当然壳并不是泵唯一的一个产品线，后来你们又在做了什么样的开发？OK， 我们有开发了几个比较大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有用矽胶来做挂绳手机吊绳、相机吊绳，是那有用随身碟这样的概念来做商品。随身碟，对，随身碟也是一个已经开发到一种很极致的，你们怎么改造它？对，随身碟一般就是晶片四四方方的塑胶啊、金属啊，很丑很无聊，就像那样的东西。那在里面的话，我们找到就是在生物界动物的一个角度，然后切进来做商品让这样商品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对，我们用企鹅来做这样的诠释所以里面是随身碟，对，外面像一只企鹅这样子。对，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寻，就是随身碟最大的问题是你打开了以后盖子会遗失。哎。对，那我们找到一个方法，是让这样子的盖子打开来以后，它不会掉，它会跟你的身体连一起，因为矽胶可以有弹性，像它的帽子一样，对，像它的帽子连在它身上，连在它身上，所以你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继续去使用，不会掉。所以一样的，我们刚刚讲到了结合了功能性，不会掉盖子，对，那同时很可爱的一个企鹅，结合一个商品，它的产品是消费者会想要用的。了解，哇，这个，所以你看哈，包括我现场我看到有鸭子，对不对？我看到有企鹅，哈，所以你就很喜欢动物的题材，为什么？这些动物的题材实际上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在动物园或甚至在有一些比较自然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这些动物跟生物在。是，那这些动物跟生物是你一直有记忆的一些动物一些角色。那这些角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取材设计师取创意，事实上可以来自很多不同地方。是，有的人会直接抄袭别人的东西，去临摹去做，但其实我们的构想来源就来自于这些自然界的元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你看到企鹅很可爱，你知道它是企鹅。但是全世界没有一只企鹅长成这个样子。是，我们利用一些比较抽象简化的手法，是结合可以制造的技术，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商品。它是有这样的功能性的。是，那事实上就是我们讲的创意。而且这个创意是消费者会有记忆、会有感受的一个创意。了解，而且多数还是用这个矽胶材质。对，很多。不过这些企鹅也变你们公司的一个吉祥物了。对，没错。是不是？从2007年的。应该是3月份左右，我创造出了企鹅这个角色。那这时间点正是我们公司很快速的对国际拓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我们在不同国家在拓展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企鹅去，帮他留下很多的照片。他就陪了这间台湾的小公司，是一步一脚印。就踏遍了这10-20个不同的国家，开始去做贸易、做生意，了不起，把台湾的创意品牌真正的推到这些不同国家去。哎呀，真的很有赤子之心哎啊，老板啊，一切呢都跟可爱的动物有关系。相信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认同感，也非常的可爱哈，就很有那种疗愈的 feel 哈。那么休息一下，我们就请创办人为我们介绍，他今天带了很多的商品，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它的功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品牌泵，不过呢，现在行销全世界，现在大概有多少地方有可以买到泵的商品？绝对有大概50个国家，50个国家很厉害耶。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确实很多了啦，也很担心。不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非常好。你说货可能不是很多，对，有卖，但是可能不是很广。了解，但已经不错了。对，我们尝试的要去做这些事情。是，就起码有很多地方的人会不小心看到啊，其实就是在50-60个地方，台湾成品好像也都有嘛，对不对？对，而且成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我们最早进去的通路啊，全世界第一个通路就是诚品书店。真的哇，他们真惜才啊。对，所以诚品的吴清友董事长，他其实非常注重台湾的纯装品牌。是。那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也有进去诚品书店，也对诚品书店非常的感谢。是。那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样子，这些年呢，上来我们就一直在成长。诚品书店也是，那时候诚品书店也还没上市，是。它现在还上市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彼此成长。就诚品书店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创通路品牌，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那台湾也变成是一个文化创意领域这样一个品牌，也是这样一个。你比他厉害了。
不过其实呢，说到这个创意跟当老板这件事情，像比如说你刚刚讲，你们要开发这么多的国家的客户啊，不管进货量多少，反正就是插旗嘛。可是这个你还有时间设计吗？你还有时间去想这些 idea 吗？你光搞这些行政 ？OK，实际上公司有一个团队可以来做这些事情。那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创新的东西，实际上观念比较重要。是。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很多的时候是我在旅行的时候，也许在飞机，也许在巴士，也许在饭店里面，有真的静下来的时间点，因为很混乱的状况之下，突然沉静下来的时候，会有很多 idea 会看到。比如说呢，有没有什么产品是你就是在过程这种很意外的就想出来，而不是在那里画设计图这样子画出来的？我们有一个商品叫 Home Stand，那我在饭店就希望把手机可以立着来听，我就把它放到杯子里，当放进去的过程当中，它声音改变了，对，因为改变的关系，我注意到了声音反射的特性，是它会变大声，而且它的声音会改变，是，所以我利用我们最熟悉的矽胶的材料，来开发了一个 Home Stand 的手机扬声座，来做这样的一个商品，不用插电，不用插电，它可以把声音放大13分贝，是，这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概念，不用电池，对呀，不用电路板，是，然后把声音放大，也可以当一个座，可以讲电话，水平的放，垂直的放，是，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可以需要用的东西，而且很环保，而且很可爱，像这样子的三者能够兼顾的一个商品，我认为这个非常棒的东西，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开发商品对地球就已经是一个很罪恶感的事情，听得出来你从头到尾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儿，对，那如果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对设计师的我而言，这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事情。了解，可以把它做得好，非常有良心的企业家哈。你看，一直在关注环保啊、材料，所以你也有试着帮人家代工吗 ？OK，我这个BONG这家公司从开始的第一天到现在，没有帮任何人代工过。你就是要做自有品牌。对，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困难。你就是要跟宏达电一样，走自己的路。对，因为其实 MP3 那时候。有很多的经验，好，那时候也尝试想要做品牌或者是代工，两条腿走路。对呀，因为生意嘛。对，但实际上到最后结果是品牌我也没办法做，代工我也没办法做，两者无法兼顾哈。对，所以后来当我在做这样品牌的话，我就非常坚持只有做自有品牌。哇，太了不起！我宁可不卖，我也不想要帮别人贴牌。是，从第一天走到现在。哇，你看听到这种啊，这观众都觉得哇，起码9个倍呢哎，马上立刻去捧场，对不对？这种品牌的坚持、老板的坚持、团队的坚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你在学生时代都知道打好几个工，要兼顾各种的收入，但现在他就只要走一条路，叫做自有品牌。我们来认识一下BONG这些可爱的商品。刚刚有些商品我乍看之下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但后来才发现还真是实用哎哈。比如说为我们介绍一下。OK， 这是一个触控笔。对，好，拿起来的话你可以做触控。黑色的部分可以触控到，太可爱了，又是鸭子，好可爱啊！对，一个鸭子是一个耳机塞，它上面还是耳机塞，所以你不用的话，你可以插着，可以插在这个耳机防尘。那你打开了之后，它是一个圆珠笔对，一物三用，对，一个可爱的东西，你用得到的，对，也是矽胶哈，也是矽胶的材料。矽胶其实还蛮舒服的，摸起来温润的，对，那么 QQ 的，不会冰冰的这样子，而且矽胶的颜色真的很漂亮，对，它可以做的非常的 colorful 的颜色。对啊，你那个足球也是，对，这是一个新的系列，是一个耳机塞嘛，这个足球很有趣啊，你看是一个非常足球，它的颜色分得非常的细腻，对，这么细腻的颜色基本上在我们了解的制程里面是做不出来的啊。那怎么办到的 ？OK， 我给各位看。好。2层哦，不止2层，不止2层，我以为是绿色的一层，黄色的一层呢。哇，这么搞刚哦！天哪，各位，这一颗球它不可能是，它无法一体成型，它竟然要靠6个零件呐！对，天哪，这太感人了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一颗球喷射或者是涂装，喷的你要遮蔽遮不好。哇塞！手工涂会抖，是，你用任何的方式都没办法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用涂的啊，是不是？对，但是它在一个平面的一个面向可以涂，可是像这样360度，它是圆球的，这么复杂的东西，因为地吸引力的关系，它就会留下来。那这样子的概念是为了要解决制造的问题，然后解决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是，就用创意把两边做连接。做出两边都好都舒服的，对，就是可以制造，而且消费者也会想要的东西。了解。那因为这样子的概念用足球来做出了点，那因为足球在继续扩充，那我们现在有做了一个像这样的东西。这根是什么？这是一个移动电源，所以你按了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有电量可以显示。它是移动电源的。对，移动电源。感觉好像一个什么那个把手啊或什么的，雨伞的把手。对，移动电源其实还蛮普遍的，但是我们用矽胶的材料做完了之后，它同时可以让手机变成是一个
哎呀，坐，变成可以站看电视的那个座子这样子。对，哦，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各种不同的东西上面去找到可能性，来去做，而且功能就不止一个，很划算哈。是啊，那一颗呢 ？OK， 这个是一个收线的一个收线器，用矽胶的材质，我们可以把线收在里面这边，因为矽胶材质它是软的，所以它可以凹来凹去的。对，哦，它可以很方便的你去使用它。是。所以你把它翻过来，因为矽胶有弹性的关系，对，它完了以后，它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形态。对。好，但你要真的使用的时候，像一个摆饰，你把它转过来，这地方固定你的耳机的地方，好贴心哦。然后你把它收起来，然后最后再翻回来，最后把它翻起来。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用法，而且软软的也不占空间，对，它放包包里，对不对？压也不怕，对不对？这个压会回来嘛，对不对？它不怕，对不对？我们不怕说一直压着扁掉，你再放回来，它就恢复了。是，哇，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可爱的产品，最重要是实用，这也是林老板的一个坚持。除了坚持做自己的品牌，也要做出让大家觉得又看得开心，但是用了又非常满意的作品。那么也谢谢林老板继续努力，这样在更多国家插旗啊！谢谢。